上周六，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一项新的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弹研发商业合约，总价值为1.2亿美元。但外界却并不看好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进展。观察认为，高超音速武器拦截器的难度远高于研发高超音速武器本身，美国在后者尚且并无优势可言，因此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将面临技术、资金等重重困难。根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军希望新的高超音速拦截弹能兼容现役的宙斯盾驱逐舰的标准垂直发射系统，并与改进的基线9系统集成。美军希望美国海军水面舰艇未来可以探测、跟踪、控制和对抗高超音速威胁。这也是美国导弹防御局时隔约半年再次签署研发高超音速拦截弹的商业合同。去年11月，美国导弹防御局选择雷神技术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和洛克希德·马丁3家公司一起设计用于拦截高超音速导弹的滑翔阶段拦截器。当时签署的是第一阶段设计合约，而这次签署的是第二阶段设计合约。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第一阶段中标的3家公司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意外出局，仅剩下雷神科技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俄国在战争里面就已经使用了空射的极音速飞弹，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美国他比较紧张。美国人现在都还在测试阶段，所以我想，当然对他来讲，他会一方面来讲，他当然要在研发武器上面要去赶上去；那另一方面，当然他就要开始想说，我需要防备。美军提出希望研发一种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滑翔飞行阶段进行拦截的新型防空导弹，这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所谓滑翔阶段又称中段，中段反导是在大气层外弹道导弹飞行速度较高的飞行中段对导弹进行拦截，而此时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达到5倍以上音速，并且正在进行复杂机动，轨迹难以跟踪。要想以子弹打子弹的方式进行反导拦截，技术难度可想而知。首先，常规雷达全部失效，因此美国导弹防御局计划研发部署在100公里至2000公里近地轨道的特殊军用卫星，以实现从太空中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的目的。其次，风洞试验能力不足。目前，美国最先进的激波风洞是 Lance 2，它的仿真飞行速度可达7倍音速，持续时间为30毫秒，但这无法满足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需求，严重拖后腿。其三，资金投入面临不足。美国政府问责局最近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导弹防御局对拦截系统的内部成本估计在37亿美元至42亿美元之间。但根据美军自己的评估，按照目前的投资速度，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滑翔段拦截器可能要到2030年代才能投入使用。音速武器来讲的话，因为它的前半段其实有点类似于弹道飞弹，可是当它重新进到大气层的时候呢，也就是所谓的近太空这个部分，那它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于滑翔的，然后甚至它可以改变它的轨迹。那第二就是说，加上它的音速是5倍以上，所以速度很快，那加上你又没办法去预测它的弹道轨迹，所以你的雷达侦测很困难，你的它的预测它在哪边拦截点内很困难，全世界目前的武器都没有办法去拦截、去防范它，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威胁。五角大楼公布的一份合同公告显示，美国雷神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将会为美国导弹防御局开发一种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拦截导弹。您对此又是如何看？我认为，在曾经一度暂停了超高音速武器拦截系统的研发之后，美国导弹防御局终于决定再度重启炉灶，迎难而上。这显然是跟当前美国在这一领域内面临的严峻挑战有关，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跟美方认为他们已经在这一领域内面临着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强力竞争密切相关。因为早前俄罗斯宣布，他们不仅有了更加锋利的矛，也就是完成了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测试，而且有了更为坚实的盾，也就是已经完成了可以拦截超高音速武器 S-500防空导弹的部署。因此拜登政府研判，原本在这一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已经被中俄两国追上了，这将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处于了某种不安全状态下。而随着美国导弹防御局正式与相关军工企业签订研发可以拦截超高音速武器的导弹系统，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从冷战结束之后，
曾经一度受到制约的大国军备竞赛又重新拉开了帷幕。不过在我看来，美国所渲染的中俄威胁，其真正的根源并不像是美方所认为的那样，因为中俄在这一领域内取得的长足进展只是果，真正的因其实在于，一是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单方面宣布退出了中导条约，这个举措不仅拿掉了限制全球导弹发展的紧箍咒，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其他大国的危机感与不安全感。二是美方主动挑起了对华新冷战，并且明确宣布不仅要跟中国搞竞争，而且要搞对抗。三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召集盟友对付中俄，尤其是搞所谓的印太战略，使得中俄不得不强军自保。而美国之所以会将焦点集中在超高音速导弹的进攻与拦截领域，一是因为超高音速导弹领域的竞争本质其实是核打击能力的竞争，因为超高音速导弹是核弹头的最佳载具。二是因为随着传统导弹拦截技术的日趋成熟，传统的进攻型导弹已经不再具有绝对的杀伤力，相关国家一定会将研发焦点集中在超高音速导弹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开始研制能够拦截超高音速武器的新型拦截导弹，中俄当然也会研发速度更快的超高音速武器，以反制美国的拦截系统。同时，全球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等国，也将会加入新一轮的超高音速武器导弹的竞赛。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